就在各国领袖齐聚金砖峰会之际，习近平却神隐外交舞台，转身现身山西阳泉，对着百团大战纪念碑鞠躬献花。一场看似怀旧的行程，背后却隐藏着3场战争的序幕：历史叙事战、对台法律战，以及更隐蔽的中共高层权力战。此时的习近平不是去阅兵彩排，而是在对国内外释放信号：我还是这个体制的中心。但问题来了，真的是吗？他的心腹蔡奇缺席随行，高层最稳定的影子突然从公开画面消失，他的军中人马接连落马，从苗华到河北东，整个福建帮遭到大清洗。他的名字在官媒越来越少被提起，从一尊变沉寂。与此同时，一场悄无声息的三权过渡似乎已经悄悄启动。总书记、军委主席、国家主席真的没任期限制吗？还是有人在逼他交棒？而这一切的外包装，是中共近期打出的3个80年大内宣工程。抗战胜利80年，联合国成立80年，台湾光复80年，不只是纪念，更是进攻，对台湾、对国际，也对中共自己内部不稳的正式叙事，发动一次全面重塑。你好，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我是王真。中共党魁习近平7月7号至8号先后到山西阳泉、太原考察调研。官方报道显示，习近平此行的重头戏是到百团大战纪念碑广场献花篮和参观百团大战纪念馆。百团大战在中共的话术中是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极大振奋了全国居民抗战到底的信心。虽然实际上指挥这场战役的彭德怀遭到党内批评，指责他暴露了中共的实力，习近平选择不去参加金砖峰会，而是去纪念百团大战。再结合着9月3号他要主持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大阅兵，显见他对宣传中共是抗日中流砥柱这一叙事的重视。除了9月3号要搞大阅兵外，中共还将组织港澳台以及海外有关人士针对纪念抗战胜利举行座谈会，并举行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举行纪念台湾光复80周年大会。上月还在北京组织学者围绕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与两岸抗战、台湾光复80周年纪念与台湾的地位、联合国成立80周年纪念与联大第2758号决议等议题进行研讨。台湾民进党6月25号召开中常会时，民进党新闻部主任吴征提醒党内，中共以对日抗战胜利80周年、联合国成立80周年、台湾光复80周年这3个80年，在国际上进行法律战、历史论述战，企图抹去中华民国存在的痕迹。除了舆论战外，中共还用单方面宣布启用接近台海中线的 W121 航线，曝光一款适合掠海飞行、避开雷达、支援2栖登陆的异地消影机等方式，对台湾进一步压迫威胁。加拿大时评人丁律开表示，习近平的权力越不稳，他可能就越演戏，就是为了好像他大权在握似的，他的目的就是还是想反扑，就是想通过发动台海战争想反扑，他可能有这个目的。近来习近平权力不稳的种种传闻不断发酵，习近平最信任的亲信宠臣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的动态也受到关注。习近平此次到山西调研，中共中央层面只有副总理何立峰陪同，蔡奇没有随行。以往习近平出席，蔡奇总是如影随形。近1年来，蔡奇已多次缺席习近平的国内外活动，引发外界关注和种种揣测。据中共官方报道，习近平在山西调研之际，7月7号，蔡奇在北京参加了一个纪念抗战主题展览开幕式。蔡奇发表讲话并宣布展览开幕。蔡奇在讲话中称，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抗战相关论述，并再次提到坚持党的领导以及2个确立、2个维护的拥袭捧袭套话。虽然官方宣传似乎照旧，但此前多家官媒也被发现不时发出不同声调，有的不再强调2442、2个确立、4个意识、4个信任、2个维护的捧袭套话，甚至整篇不提习近平，有的强调集体领导，批评个人崇拜。再加上习近平在军队中以福建帮人马为代表的亲信接连遭到整肃，
尤其是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的落马和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消失数月，都令不少观察人士认为，印证了习近平大权旁落的传闻。上月底，中共政治局会议罕见审议《中央决策意识协调机构工作条例》，有人认为是习近平权力被削弱的体现，但也有人认为显示习近平权力更为集中。亲北京港媒《南华早报》7月6号报道，新规范针对某些共产党机构，中共正致力于规范其决策过程。观察人士指，习近平可能正在下放更多的权力。报道引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政治分析人士表示，这些党内机构的规定可能暗示为习近平退休所做的准备工作。制定这些规定可能是为了规范这些机构，因为现在是权力交接的关键时刻。不过，报道也称，有其他观察者否认最新规定是为习近平退休做准备。他们认为，习可能正在分阶段移交权力，尤其是他最重要的3个头衔：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这些头衔都没有任期限制。其中一位观察者认为，习或许更多的是为长期战略优先事项节省精力，而不是为退休做准备。军队的剧烈震荡不但引发中文圈对习近平丧失权力的议论，也引起英国《金融时报》、美国《纽约邮报》、日经亚洲以及印度媒体的关注，认为削弱了习近平的权力。美国前国安顾问福林也在 X 平台发帖，提醒美国政府关注中共高层权力转移，并附上了张又侠、丁薛祥、陈坚宁的照片，暗示这3人将接掌大权。但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台湾淡江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系助理教授洪耀南7月8号就发文称，习近平世界军改与反腐清除山头势力，重建对中央的绝对效忠。他还指出，丁薛祥具有年龄与忠诚优势，是现任中共常委中最可能连任者之一。但历任中共总书记皆有完整主政历练，而丁薛祥有秘书出身，未曾执政一地，明显资历不足。若丁薛祥日后真被安排接位，更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健康或策略考量暂无法全期执政，形成一种虚位过度的过渡安排。中共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在中共21大上进入政治局常委有其合理性，但短期内将其与张又侠、丁薛祥组成新核心3人组是过度解读。洪耀南还认为，自5月底以来，习近平多次未出席外事活动，政治局例会也一度停摆。金砖峰会由李强代表，并非是习的权力崩塌，而是已近7旬的习近平的节奏调整。不过，也有人指出，接班人传闻真假还不能和习近平失去权力消息的真假划等号。出身中国大陆、现居台湾的作家汪浩7号在脸书发文说，这些传闻的出现并非偶然。其一，经济困境持续恶化，房地产崩盘，地方财政枯竭，制造业通缩，对美出口重挫，让民间对未来充满不安。而习近平作为政策核心，自然成为社会怨气的焦点。其二，中共内部不满积压，高层频繁打虎，军方清洗异常密集，加上王毅在欧盟会谈中的失言，显示中共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其三，政权长期压制言论，导致资讯极度不对称，在无法公开质疑与讨论的情况下，谣言成为民意压力的出口。汪浩指出，这些传言的蔓延也可能被中共内部权力斗争利用，进一步加剧政治不稳定。当政权无法透过透明资讯建立信任，民众便转向猜测与阴谋论寻求解释，形成不透明、不信任、不稳定的恶性循环。汪浩认为，谣言不等于事实，但能反映真实的政治心理。若中共不解决资讯封锁与治理赤字问题，习出事的传闻将不断回潮，最终可能成为政治转折的前兆。这里是大时局要闻透视，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